林教授，你认为一个人不愿意说话，情绪起伏不定，跟大脑有关吗？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比如他曾经遭遇过什么，他的年龄、心理承受能力、智力和身体发育水平如何，家庭环境如何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。就一般而言，语言功能没有障碍多半就是心理原因，这种病人只能多加关心，慢慢引导，再加上适当的药物治疗，能不能治好还得天意。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事实就是如此，没办法。出去工作吧，别让黄主任画圈圈诅咒我。虽然知道小宝的情况没这么容易好转，但以贺乔燕对小宝的关心程度来看，他能请到的医生和专家自然是行业内的佼佼者。那些专门研究小宝病情的人都没有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，我这个门外汉凭借一点临时抱佛脚的侥幸心理就想解决问题，自己是有多天真。还是打电话问问老妈比较好，有时候太小心翼翼反而会加重小孩子的心理压力，干脆学老妈那样大大咧咧的比较好，至少自己被老妈养了这么多年，心里还挺健康的。秦医院，上班时间放羊合适吗？老妈，你声音怎么了？鼻音怎么这么重？感冒了，头疼的要死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没事别来烦我。行，我长话短说。老妈，你小时候是怎么对我的？有女婿做靠山，想跟我翻总账？宫斗剧看多了吧你？我不太会跟小宝相处，想跟你请教一下经验。你老妈我的经验也不起作用啊，你小时候跟小宝的情况不一样。能给你的意见就是小孩子比你想象的聪明，能感觉谁爱他，谁只是应付他，其他的你自己琢磨。居然直接挂电话，老妈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，看来今晚得回去一趟。老爸老妈，你们在家吗？一个小兔崽子，回来干啥？还不是担心你。老妈，你这不是感冒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你感冒的脸色能好看？得，不跟病号争。你想吃什么？今天秦大厨下厨，随便你点菜。随便做点吧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啊，那你再去躺一会儿，我做好了叫你。总有种老妈在把我往外支开的感觉，似乎不太喜欢我这个时候回家。老妈以前感冒的时候也是各种折腾我，但是没有一次是这么嫌弃的。老妈，我给你测个体温，要是发烧了，我们就去医院看看。38.5度，有点烧。老妈，我们先吃饭吧。骆明媚女士，赶紧从实招来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给你10秒钟说实话啊，不然别怪我跟你撕逼。行，说就说吧。你爸去年设计的楼，半月前封顶，封顶当天，那栋楼塌了一半，死伤了10几个人。现在家属那边闹事，牵扯到了你爸。老爸他是设计师，施工方面的事怎么可能牵扯到他？我们也怀疑过，司法也已经介入了，确定施工的用料没有问题。专家们也看过图纸，说是你爸的设计图有问题，承重墙设计不合理。现在他的地方正好是图纸上出问题的地方。老爸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他经手过这么多项目和楼体设计，不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我也不相信，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。这么说，现在老爸已经被带去调查了？老妈，你和老爸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跟你说，你一定会让女婿帮忙。
你们才刚结婚，我不希望女婿被我们家的事牵扯太多，给亲家一种我们家事太多的错觉。以后你在贺家不好过。可如果这件事我们处理不了，闹大了，贺乔燕他们才知道，他们会觉得我们根本没把他们当一家人。你说的也对，你今晚回去跟女婿说说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老爸不在家，我今晚留下来陪你。就感冒能有多脆弱？只要你别在我面前碍眼，我还能蹦跶好几十年呢。哼。啊，妈怎么样了？就是普通的感冒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你也累了，坐下来休息会儿吧。土豪，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老爸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处理不了。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件事。前段时间我忙着照顾小宝和公司的事儿，今天才知道。我相信你爸的为人，这件事我会让相关的人员多加推动和调查，不会让你爸受影响的。贺乔燕认识我才短短一段时间，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却选择相信我，相信老爸。土豪，谢谢你。你先上楼休息吧，回头有新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，你也别让你妈担心。二哥，大半夜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帮我查查秦秋阳的事儿。你们圈子里的事儿我了解的不多，这次是谁想弄秦秋阳？好，这事儿啊，秦秋阳的名声在业内一直都很好，这次突然出这种事，无非是有人看他不顺眼，想弄他很久了。不过，那背后的人也真够背的，谁能想到秦秋阳会成为你的岳父啊？这么说，你知道背后的人是谁？具体我也还在查，听说是叶家。叶伟他们家？不是，叶伟就算死了也是你的大嫂，叶家还要仰仗你们家，不会这么不开眼。听说是叶家的旁系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去参加心脑血管研讨会，二嫂的前男友的现女友叶青可能跟这事儿有关。这个人我去查，秦秋阳那边的事由你出面推动，尽力把事情的影响力降到最低，别影响他以后的发展。我知道了。小宝怎么样了？现在不怕生了吗？都愿意跟你参加集团总部会议了。有一些改变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天温馨荣向我打听你和二嫂的关系，看样子挺舍不得你的。我的媳妇是秦以月，以后再遇到她，你当作没看到就行。没看到就没看到吧。挂了吧，你照顾小宝去。我操！姑奶奶，麻烦走路出点声啊！乔妍跟你说了什么？二哥让我帮他调查点事情。你的身体还没好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再待下去，我会发疯的。也许玩笑太多次，让我感觉不太真实。也许奇迹总恰当合适，撩拨心思，把刀子藏相识。